重庆深山里藏着个巨型天坑，没想到坑底还住着好几户人家，旁边还有个天然溶洞。这里不通公路，唯有清透山风与澄澈空气，完全远离了外面的纷扰。村民们就在坑底垦田种菜、养蜂、养鸡、养鸭，靠自己的双手自给自足，日子过得安静又舒心。这便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今日便随我一同探寻这份隐士的美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赛丽。现在呢，我现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天坑顶这边了，可以看到我背后那里就是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沿着这个下坑底的唯一这条小道，去深入桃源，去看看坑底的人间烟火。可以看到它这条路不宽，但是还挺好走的，因为它这里都是有维修过的，铺上了水泥。看这路边还长了这个小野花，像绣球似的。走到这呢，我们已经能隐隐约约看到那坑底的几户人家了。这个坑底呢，它是住着5户人家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名称叫做望孔坨。虽然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望孔坨呀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天坑有很多孔，故而得名的。顺便呢，我说一下天坑它是怎么形成的呀？简单理解呢，就是它地下有一条暗河，长期冲刷岩石，把底下掏空了，然后上面的岩层塌下来，就形成了一个坑。武隆这边呢，喀斯特地貌特别发育，所以天坑、溶洞、暗河都特别多。哇，你们看。这里呢，四面全是山，把这里围得严严实实的，底下来还挺平的，有田有房子。说实话呀，这种地方的话，第一反应就是《桃花源记》里面的那种感觉，临近水源，变得一山山有小口，仿佛路有光，真的就是这种感觉。看啊，这里这一面墙，它是用很多个石头给垒起来的，应该是为了阻断那些水泥，防塌陷的。看这边都是种了红薯，这里还有一个蓄水池。看了，这个是纯手工做的竹简饮水，这都是些古人的智慧呀。它这个竹简饮水呢，是从山上山泉水给引下来，在这里的话成了个蓄水池，然后这蓄水池的水呢，可以用来灌浇农作物。
然后它还有一根水管，一直沿下。竹简雨水呢，引下来的水，它可以用来农作物的灌溉，也可以用来日常的饮用。因为它这个水都是纯天然的山泉水，没有一点污染。哇，走下来就越来越凉快哦。看这几亩梯田，然后几户人家，把这坑底的事件变成了生活的画布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天坑底下的这条小路呢，是唯一通往外界的纽带。我们走到坑底，最先遇到的是一位姐姐。我们刚走到门口，她老远就看到我们了，笑着迎出来，特别热情。她说：“你们是从哪点来的吗？”刚刚来耍哇。是啊，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笑着，那个笑容不是客套，是真心的。好像我们的到来给他这一天添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。聊着聊着，他从家里开始搬凳子。坐嘛，走累了吧？那个语气就像认识很久的邻居一样，一点都不见外。我们就坐下来聊了一会儿。我问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？我在这里30年，30几年，我娃有30几岁了嘛。啊，住了30多年。你是嫁到这里还是本地人啊？我是走得来的，走到这里来的。嫁得来的，就是我们俩不是养不坏的。啊，她老公出门干活去了，家里就她一个人。她说平时很少有人来，看到有人下来，心里高兴。她告诉我们，这个坑里住着5户人家5户人家，住了5户啊？那边2家，啊，那边2家，那边3家，就剩下你们5家在这吗？有一户是上门女婿，一户是单身老汉，娶不到媳妇儿。前面那棵柚子树硕果累累，就是他家种的，很好吃，很甜，就是嘛有点小。我说是吗？我们去找他买点尝尝。他说要得，他带我们过去。那房子可以。看不到，我的柚子那个，妈妈那里卖柚子了。那个柚子啊，哦，这也是。我们过去他家，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。他说我是想买。你们小区就自己摘一个尝尝，不用买。我们没答应，说必须要买，不然就不吃了。我说我们要买6、7个，吃1个星期，1天1个。阿叔哈哈的笑了一下，要得，我给你们便宜点。之后他就非常热情的说他来给我们打下来，他爬树很厉害的哦。我们抵不过这位叔的热情，之后还真的就见他一眨眼，蹭就上去了，那速度快的我都没来得及拍摄。你们看他这个熟练劲，一看就是爬了一辈子树的人。他在上面打，我们就在下面接。这2个都可以。嗯，好的，可以。这两个老铁放开都。你小心呀！快点来！啥都那个要过来都。好，你摘得到不？哎呀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哎呀，小心。用这个钩吧，你拿不到，你不要爬了，等一下会断掉。那不是讲呢。小心，你小心。啊，还要不？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
他爬上树摘的这几个柚子，我们在下面吓得心惊胆战的。之后他又有非常麻溜的一滋溜从树上又下来了，看上去特别的灵活。还有一户就是阿姐隔壁，和阿姐聊天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隔壁那户也有人在家。刚才来的时候，那家的门它是半掩着的，安安静静的。一位阿爷正躺在椅子上休息。姐姐跟我说，那家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，耳朵听不见了，平时和他儿子一起生活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他正在屋里头睡觉。我们和姐姐聊着，老爷子也醒了。他慢慢的走出来，走到门口，我试着跟他打招呼，大声说：“爷爷好。”他没反应，他儿子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听不到的，你喊再大声也没用。”他儿子跟我们说，老爷子闲不住，会自己在家做扫把，做好的扫把就拿到白马镇的市场上去卖，一个能卖多少钱？可能也就20-30块。但对老人家来说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是他觉得自己还有用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挺复杂的。80多岁听不见，住在这个天坑底下，还要每天做扫把去镇上卖，你说他苦吗？可能他自己不觉得，这就是他的日子，他过了一辈子的日子。卖吗？哎，对嘛？你看我打的脸子不住，可以啊，我们帮你们宣传一下，可以吗？那种，因为像你们那些房子，那个要咋做平平的？是啊，质量很好嘞，哎纯手工制作的。是啊。那做不来呀，要咋做了？那个不行。嫂嫂，这是你老爸手工做的。我听不到，你谈。你很厉害，说你夸你很厉害。我聋了。那你们老爷子笑得特别灿烂。远一点那一户就是之前提到的上门女婿家，他正在去田里干活，人家正忙着呢，我们也就没过去打扰。在这天坑里面住了这5户人家，每一户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些我们聊了，有些我们也就远远看一眼。我觉得这样就挺好，不用什么都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有一点距离也是一种尊重。从热情的姐姐到打柚子的大叔，再到做扫把的老爷爷，这几户人家走下来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他们日子很慢，但很有自己的节奏，没有谁在抱怨什么，也没有谁在羡慕外面的世界，他们就在这个天坑底下过日子。今天和昨天差不多，明天和今天也差不多。你说这是单调吗？可能是，但你说这是安宁吗？也绝对是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次望孔头之旅是否也让你心生向往呢？可以看到我们来的这个村里啊，每个村民都非常的热情，比不过他们的热情呢，我们要走的时候也特别的不好意思，就买了他们一些土特产，这么一大袋。里面的话是柚子，还有一些红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城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